美国白宫终于摊牌，在巨大的国际压力和情势变化下，被迫承认台湾的事实存在，而中共方面则仿佛失控般暴走，激烈反应超乎常理。这场摊牌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台湾的命运会因此逆转吗？美中关系是否就此翻盘？让我们一探究竟。故事要从40多年前说起。1979年，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抗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正式承认北京政权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以一纸中美建交公报掀翻近30年的盟友关系，让台湾陷入外交孤岛。然而，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弃台湾。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承诺继续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武器和服务。这部国内法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暗中维系着美台实质关系，也成为日后台海安全的基石之一。自此之后，华府对台政策长期陷入一种战略模糊状态，不明说会不会派兵保护台湾，也不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试图在支持台湾和避免激怒北京之间维持微妙平衡。对台湾问题，美国总是嘴上遵循所谓一中政策，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但同时又强调台湾前途需和平解决，不容以武力改变现状。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让台湾在国际上处境尴尬，名分上不是国家，实际上却获得美国的安全关切和武器援助。台湾人民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接受这现实，一边努力发展民主经济，一边仰赖美国的幕后撑腰。然而，进入21世纪后，风向开始转变。随着中国国力崛起，对外姿态日益强硬，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也急剧转趋负面。尤其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在南海大肆扩张军事存在，对内强力控制香港、新疆等地，引发民主国家的警觉和反感。可以说，北京政权的种种作为一步步消磨掉西方世界对它的幻想。其中最引人震惊的是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遭北京强势镇压，彻底摧毁一国两制的诺言。许多台湾人透过香港看到自己的未来如果统一，中共给的只会是专制和背叛，台湾民心因此更加拒绝回归，连原本倾向统一的声音都大幅消退。同时，美国舆论也开始重新评估一中政策的合理性。既然中共自己破坏了承诺，为何我们还要迁就他的脸色？紧接着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震动了全世界。这场战争让中美都看到了台湾问题的映照，威权国家武力吞并邻国的剧本，不就是北京对台湾虎视眈眈的翻版吗？乌克兰人民奋勇抵抗，美欧联手制裁俄国的场景，使台湾问题的战略意义空前提高。美国舆论纷纷讨论，绝不能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都显著升级，华盛顿开始更频繁地派高层访问团接触台北，同时加速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甚至有人戏称，乌克兰今天的处境就是台湾明天的命运，因此必须未雨绸缪，让北京清楚美方的决心。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态度成了焦点。令人跌破眼镜的是，拜登在台湾议题上一反前任们的谨慎，多次脱口承诺出兵保卫台湾。自拜登上任以来，他至少有4次公开被媒体问到，如果中国攻台，美国是否会军事防卫台湾？每一次拜登都给出肯定的回答。2021年8月，阿富汗撤军引发外界质疑美国可靠度，拜登为抚平盟友疑虑，居然把台湾与北约、日本、韩国相提并论，声称对这些伙伴受到攻击，美国都会回应，包括台湾。这番话等于首次把台湾放进美国的防卫承诺清单。接着在同年10月的 CNN 市民大会上，他被追问相同问题时，又斩钉截铁地说，会，我们对此有承诺。更震撼的还在后头。2022年5月，拜登出访日本记者会上再次被问及台海开战时是否动武协防台湾，拜登当众回答，是的。当场媒体哗然，美国总统竟如此直白的表态，这几乎终结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模糊。虽然白宫幕僚随后忙不迭灭火，强调美国政策没有改变，一切仍遵循一中原则等等，但大家都听明白了，
拜登的真心话。美国总统亲口4度承诺保卫台湾，这可是史无前例之举，透露出华府对台海局势判断的巨大转变。他们认为必须以战略清晰的威慑才能避免战争。拜登的失言在国际上掀起波澜，在北京眼里更是赤裸裸的挑衅。中共外交部当即跳脚，指责美方严重违背一中承诺，在台湾问题上信口开河，甚至用了玩火者必自焚这类狠话。但讽刺的是，每当北京强烈抗议，美国国内反而出现更大的反弹声浪。美国朝野和民间现在几乎形成共识，台湾是一个勇敢的民主伙伴，面对专制欺凌，理应获得我们的支持。民调显示，美国人民对挺台湾的支持度大幅攀升。近年来有调查问到，若北京武力犯台，您是否支持美军协防？结果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表示支持出兵，而甚至有高达将近70%的受访者赞成美国应干脆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要知道，过去这种主张在华府被视为禁忌，现在却开始进入主流讨论。这巨大的民意转变对白宫形成强大压力。可以说，美国总统其实是被自己的人民和价值观逼着靠向台湾。为什么美国民意和政策会出现如此剧烈的倾斜？其中一个重要推手，其实正是中共自己步步进逼的行为。我们必须看看这些年北京在台海采取了哪些动作，又如何激起了全球的警戒。早在2016年，台湾民众以选票选出了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他拒绝接受9·2共识那套两岸同属一中的说法。中共当局对此恼羞成怒，立刻开始在军事和外交上双管齐下打压台湾，减少陆客赴台，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在国际组织封杀台湾参与等。一时间，台湾的国际处境雪上加霜，邦交国数目一度降到历史新低。然而，北京显然低估了台湾人的韧性，蔡英文政府没有因此屈服，反而更加坚定捍卫主权，而台湾民意也更加团结，认清中共的真面目。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台湾以自由民主体制却成功控制疫情，在国际上声誉高涨。同一时间，中国却因隐匿疫情备受谴责。台湾和中国在国际形象上的反差，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公开称赞台湾，质疑中共，这令北京当局极为不满。更让他们抓狂的是，2021年美国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延续了对中的强硬路线，继续推动印太盟友网络来制衡中国。华府一方面组建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和 AUKUS 等联盟围堵北京，另一方面却对台湾越发热情，不仅高调邀请台湾代表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还派出了卫生、国务等部长级官员相继访台，这些都是1979年断交以来难以想象的突破。中共当然跳脚，外交部连番抗议，甚至以军机扰台作为报复。自那时起，解放军军机常态化大规模越过台海中线，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3天2头在台湾附近绕来绕去，台湾上空的防务压力骤增，国际社会每天看着那些共机轨迹图也跟着心惊。2022年8月发生了著名的裴洛西访台事件，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不顾北京警告，毅然率团访问台北，成为美国断交后访台层级最高的现任官员。此举让中共暴跳如雷，他们放出狠话威胁，军方绝不做事。当裴洛西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那一刻，全世界屏息以待，台海紧张达到新高峰。裴洛西顺利访问后，中共为了报复，首次在台湾周边大规模军演，解放军划设6大区域，几乎环绕整个台湾本岛进行实弹演习，甚至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飞跃，这相当于对台湾进行了一次模拟封锁，试图恐吓台湾人民和支持台湾的国家。这次军演声势浩大，但也产生了一个北京未料到的后果，更多国家被吓到了，纷纷对中共的侵略意图提高警觉。在军演结束后，美日等国家不仅没有疏远台湾，反而更加紧密合作。美国更快通过对台军援法案，日本也加速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部署。可以说，北京亮肌肉适得其反，把之前一些犹豫观望的国家都推到了台湾这边。
中共在外交上也是火力全开的战狼姿态，他频频出招惩罚任何在台湾问题上不听话的国家。例如2021年欧洲小国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北京立刻对立陶宛发起猛烈制裁、贸易封锁、外交降级，一副要置人于死地的架势。但立陶宛不但没退让，还顶住压力撑过来了。欧盟更为此向世贸起诉中国的不当经济施压，这一仗打得中共颜面尽失。事实证明，中共的霸凌行径只会让民主国家抱团更紧。立陶宛事件后，欧洲多国议会接连组团访问台湾，法国、德国、英国的议员们排着队来表达支持，丝毫不理会北京的抗议。更讽刺的是，中共对立陶宛的封杀最后不得不偷偷松手，因为他也扛不住欧盟的反制。这件事让国际社会看清，只要团结起来，中国并不是不可撼动的巨人。外交场合，中国的官员更是口不择言，颐指气使。例如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动辄在镜头前咄咄逼人，甚至对西方国家领袖出言不逊。曾几何时，北京派驻法国的大使公然质疑东欧国家的主权地位，引发轩然大波。还有官员在推特上发布极具攻击性的言论，被称为战狼外交。这些举动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北京试图用高压手段孤立台湾，结果反而一步步把自己孤立于文明世界。可以说，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失控暴走，正是逼得美国和盟友不得不更明确地站到台湾一边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共咄咄逼人的态势，全世界民主国家正形成一条新的防线。许多分析家开始谈论新冷战的格局，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另一边是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威权阵营，而台湾无疑已成为民主阵营在亚洲前线的关键据点。台湾不再是孤军奋战，背后有越来越多伙伴在撑腰。首先看看亚洲邻国的态度，日本的立场发生历史性转变。过去日本基于战后和平宪法，对介入台海有所顾忌，但近年来日本高层明白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多次呼吁日本不能袖手旁观，而日本现任政府也持续强化离台湾最近的冲绳与那国岛等地的防御。如果中国敢封锁台湾，日本的能源和航线也将被切断。所以东京已经放话，中国若动武犯台，将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日本安保法中的概念，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出兵协助。近期日本政坛重量级人物高市早苗就在国会明确答复，一旦北京武力犯台或海上封锁台湾，日本将视为国家生存受到威胁。这相当于提前预告，日本会以武力因应台海冲突。这种强硬表态在战后日本领袖中前所未见，震动了中国外交圈，也让台湾民众大受鼓舞。南韩方面虽对台海介入较为低调，但也日益警惕中国扩张，默默强化与美日的军事合作。澳大利亚近年则明确将台海稳定列为自身国家利益。澳洲前总理莫里森甚至警告，台湾若有事，澳洲不可能置身事外。印度也在中印边境冲突后，对中共集权本质有了新认识，开始加强与美日澳的四边合作，在整个印太地区支持台湾，制衡中国的共识越来越强烈。再看欧洲，虽然地理遥远，但欧洲联盟近来对台海的表态也愈发明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首度在高峰会公报中提及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这是冷战结束后欧洲首次正式关注远东议题。可见北京的行为让跨洋盟友都担心。欧洲议会更是多次高票通过友台决议，要求深化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今年来，法国、德国、英国都先后派出官方代表团访台，态度早已不同往日唯唯诺诺。值得一提的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台湾尤为热情。立陶宛事件后，捷克新任总统公开宣誓，我是台湾人。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议长率团访台的消息频频登上国际媒体头条。这些国家的人民往往对集权统治有切身痛苦记忆，因此对台湾的民主抗压特别有共鸣。国际组织上，台湾的地位也在悄然提升。过去在北京阻挠下，
台湾几乎被排除于所有国际组织之外。但是现在，一些组织开始以更灵活方式纳入台湾的声音。例如2023年世界卫生大会上，就有超过10多国为台湾发声请命。尽管正式邀请尚未实现，但这股挺台力量有增无减，甚至连联合国秘书处也首度松口表示，联合国宪章对台湾地位不持立场，某种程度打脸了中共长期以来的片面解释。在民间，全球超过50国的跨国议会联盟 IPAC 都把支持台湾视为共同目标，自由世界正在形成一张保护台湾的安全网。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说国际风向已大变，台海局势一步步走向最终摊牌。美国和民主阵营必须明确表态，究竟会不会为台湾挡下中共的霸权扩张。终于在2025年这一刻来临了。有分析认为，导火索可能是一系列累积事件的总爆发。中共在2025年加大对台威吓，甚至宣称对台封锁演习要常态化。有一次，解放军的大规模实弹演习中，一枚导弹误射坠落在台湾外海极近处，甚至波及台湾控制的离岛，造成了紧张的对峙。这等同于擦枪走火，在国际间引发强烈谴责。美日澳等国严重关切，要求北京克制。可北京不但不收手，反而宣称这是对台独和外部势力的最后通牒。台海顿时剑拔弩张，世界仿佛站在战争边缘。白宫此时已无路可退，美国总统面临国内外巨大的呼声，如果再不强硬表态，势必无法阻止北京下一步更大冒险。于是华府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并在盟友协调下做出一项历史性决定，由美国总统亲自发表声明，承认台湾当局为台湾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反对任何试图颠覆台湾现状的行为。换言之，美国等同于正式承认了台湾的政治实体地位。虽然声明中可能没有用独立国家4字，但其效力已和承认无异。美方公开称呼台湾政府，表示台湾前途只能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不受北京政权摆布。当这份声明公诸于世，全球哗然，白宫终于摊牌。这是40多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大胆的一步。许多人难以相信自己眼睛世界头号强权竟然公开挑战北京的一中原则，禁区，选择站在台湾这边。台北街头欢声雷动，许多台湾人热泪盈眶，高喊着我们撑过来了，台美友好万岁。长久以来求之不得的国际承认竟在此刻成真，怎能不令人生出宿命感。一些老一辈台湾人回想起1979年被美国抛弃时的痛，如今恍如隔世。年轻世代则为未来重燃希望，觉得台湾终于获得应有的尊重。然而伴随台湾的欢欣，另一边是北京彻底暴走般的愤怒。对中共来说，美国的宣布无疑是当头一棒，等于撕毁了以往所有外交共识。尽管美国政府在措辞上可能仍小心翼翼，比如强调不支持台湾正式宣布法理独立等，但在北京眼里，这就是公然否定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核心主张。中共最高领导人震怒非常，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对美方做出强烈回应。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失态地猛烈抨击美国，声色俱厉地喊道：美国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质极其恶劣，我们绝不容忍，绝不退让。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方胆敢干涉，必将为一切后果负全责。这种说辞以往也听过不少，但这次中共的愤怒更显歇斯底里。有人形容北京方面简直像被逼到墙角的野兽，狂吼着进行最后威吓。不只是外交口水，中共开始一连串失控的实际行动。首先，北京宣布终止与美国的一切高层对话和军事热线，原本两国之间还有一些危机沟通管道，瞬间全部掐断。接着，中国撤回驻美大使，驱逐美国驻华外交官，以示强烈抗议。更危险的是，解放军被下令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大批共机共舰再次集结台湾周遭，这回规模之大前所未见。东风系列弹道飞弹部队也进入部署阵地。北京透过官方媒体放风，扬言不惜一战捍卫国家主权。台湾上空战云密布，连远在美国西岸的人们都捏了一把冷汗。
担心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因此爆发。中共的暴走还延伸到经济和社会层面。中国当局宣布对美国和台湾相关人士进行严厉制裁，名单从美国总统高官、跨国企业 CEO 到台湾政府要员通通在列，冻结他们在中国的一切资产，禁止与中国机构往来。甚至北京还煽动民族情绪，组织大规模的反美、反台示威游行。虽然中国境内游行需要官方授意，但这次官方默许，甚至暗中动员。一时间，北京、上海等地出现激昂人群，高喊武统台湾，打倒美帝。不少爱国小粉红在网络上疯狂叫嚣，更激进者甚至自愿报名统一台湾志愿军。整个舆论充斥着一股狂热而危险的气氛，仿佛中共政权真的准备铤而走险，一搏生死。有分析指出，中共此刻如此失态，除了气氛外，其实也夹杂着恐惧和焦躁。习近平政权深知，白宫一旦跨出承认台湾这一步，就意味着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自己多年来对台湾的统战和恐吓策略将功亏一篑，而他在国内鼓吹多年的两岸统一中国梦也将遥遥无期。对一个集权领袖而言，这简直是难以承受的政治挫败。习近平本来就正面临经济下行、失业潮、房地产崩盘等内忧，社会上不满情绪潜滋暗长，他或许认为必须以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来挽回民心，转移视线。不少国际专家早有警告，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时，其领导人反而更可能对外挑起冲突，因为他需要一场爱国狂热来稳固统治。现在看来，这预言正在实现。习近平将台湾问题视作他历史使命的一部分，如今美国带头撑腰台湾，使他觉得时间窗口正在关闭，如果不趁现在行动，以后恐怕更无机会。这种压力下，中共的决策可能变得极不冷静。面对中共的疯狂举动，国际民主阵营早有准备，他们一方面警告北京勿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也强力支援台湾，务求让台海维持下阻平衡，防止真正战事爆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迅速在西太平洋集结，与日本自卫队、澳洲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联合演习，释放明确信号，如中共贸然开战，将面对的不仅是台湾，而是整个同盟体系。美国国防部更在此时曝光了一系列增援台湾的尖端武器计划，其中瞩目的一项就是加速向台湾交付海马斯远程火箭系统配备的300公里导弹。这种导弹射程足以直接命中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基地。一时间舆论热议，台湾终于握有一发入魂的绝招，可以威慑解放军的进攻。其实美国早在俄乌战争中就见识了长程精准打击的价值。乌克兰获得美制 ATACMS 导弹后，一夜之间摧毁了俄军前线机场的多架直升机，让侵略者闻风丧胆。如果台湾也拥有类似能力，解放军若胆敢犯台，就要冒着后方基地遭到致命打击的风险。北京深知这点，心中多了一分忌惮。除了美国援助，台湾自己这几年也没闲着。台湾加大国防预算，研发出各种中远程飞弹，包括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云峰飞弹，可精准攻击军舰的雄风反舰飞弹等。以前台湾考虑国际观感，对于发展进攻性武器很低调，但眼见乌克兰经验，台湾领导人意识到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能力。如今台湾的飞弹部队已能涵盖中国内陆目标，让解放军不敢掉以轻心。台湾人的心态也变了，过去有些人寄望和平统一，或对美国不抱期待，但经历香港和乌克兰教训，大多数台湾人民选择坚定保卫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准备好，盟友愿意伸出援手，中共未必敢轻启战端。当然，白宫的摊牌和北京的暴怒确实让战争风险升高了。然而，许多专家也指出，正是因为美国等画下明确红线，中共才更可能理性权衡后不敢贸然行动。毕竟北京虽然气急败坏，但高层也清楚解放军目前仍有短板，2栖登岛战没必胜把握。如果硬打，很可能陷入持久战泥淖，甚至遭致失败，那对中共政权将是毁灭性打击。所以尽管叫嚣不停，解放军暂时还是保持着距离在进行示威，而为真正踏出进攻那一步，
可以说，美国的明确承诺反而起到了震慑作用。国际上也有声音呼吁给北京一个台阶下。一些欧洲领袖出面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并非鼓动台独或改变现状，而是回应北京不放弃武力的必要举措。只要中国改变路线，真心寻求和平，局势仍有缓和空间。新加坡等中立国则提出愿意斡旋，避免走向全面对抗。整个自由阵营在强硬之余，仍试图避免把中共逼到狗急跳墙。这种软硬兼施的战略，也许会在未来的外交博弈中为各方争取一线生机。美国白宫这次摊牌，对台湾而言无疑是历史性的转折点。随着美国带头松动一中框架，其他国家也可能陆续跟进调整对台政策。已有消息传出，几个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中南美洲国家正在考虑恢复正式邦交。欧洲几个大国也在评估设立更高层级的驻台机构。一波承认台湾的潮流似乎正在酝酿。毕竟以前各国忌惮北京报复，不敢轻易逾矩。如今美国这座大山撑住了，大家的顾虑减轻许多。如果真的形成骨牌效应，将来也许能看到台湾重新获得若干正式盟邦，甚至在某些国际组织中取得合适的位置。当然，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北京方面绝不会善罢甘休。中共未来很可能祭出远交近攻的新策略，例如加强拉拢其他发展中国家，试图建立自己的反美联盟来孤立民主阵营。此外，中共可能加大对台湾的渗透和心理战，希望从内部分化台湾人民。台湾社会必须更加团结自主，不能因一时的利好就松懈戒备。美国的承认并不等于万无一失，真正保卫家园的最终还是台湾人民自己。有人担心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摊牌是否会引爆一场正面冲突，这无疑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道最大问号。当前看来，双方都仍在试探和较劲，擦枪走火的危机虽高，但理性的声音也未完全消失。或许未来局势将长期处于紧张平衡，类似冷战时柏林对峙那样，你不碰我，我不碰你，但谁都不敢放松。对台湾而言，未来充满挑战，同时也充满新希望。从前那种被夹在中美之间小心求存的日子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堂堂正正站在世界舞台前缘。台湾人必须有更坚定的意志，也要有更灵活的智慧，在享受国际支持的同时，也要避免走向极端刺激对方。毕竟和平仍是最宝贵的。这场终于摊牌的戏码还没有结局，白宫承认台湾可能只是漫长剧本的高潮之一，后续走势仍未可知。中共会就此被下阻，还是会孤注一掷？民主阵营能否保持团结，还是中途生变？台湾能否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迎来真正长久的安全，亦或更残酷的考验仍在前方？历史的大戏正推着所有人向前。今天，我们见证了自由世界在台海问题上前所未有的表态。明天，或许还有更多关卡需要闯过。台湾终于不再孤单，但也站在了巨人对决的风口浪尖。这场摊牌关乎民主与专制的全球角力，恐怕远不只是台湾一岛的命运，而将深刻影响整个21世纪的国际秩序走向。我们将拭目以待，继续为台湾加油，也希望理性和和平能在狂风暴雨中找到出路。最后，不禁想问问各位观众，您认为美国正式承认台湾是正确的选择吗？这会带来台海长远的和平，还是更大的风险？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我们期待看到一个自由、安全的台湾，也期待未来有一天，两岸问题能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获得真正解决。但在那之前，民主阵营的团结和坚定将是台湾最有力的后盾。我们将继续关注这场摊牌后的发展，因为台湾的未来不仅属于台湾人，也牵动着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心。让我们为和平祈愿，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故事还在延续，台海的明天将由今天的抉择所塑造。您我正是这历史巨变的见证者。